件事就是逃跑出了吗？要不走！下车！走，下车！下车！你别过来！是我。伤到哪儿了？别怕啊！我来了，别怕了。别怕，我在啊！下车。好。我自己来吧。别动，我来。我看看。还好，不太严重，就破点皮。帮你擦一下伤口啊。别动。我身上都是灰。没关系。忍着。小雪呢？让她跟饶之回去了。你没和她一起吗？我有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追你啊。那辆车的车牌你看到了吗？没有。那司机长什么样看不看见？也没有。当时天太黑了，对方又亮着强光，我也很害怕，我就只顾着往前跑。我甚至都没有看清那辆车到底是不是冲我来的。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的病人去世了，我心里乱着呢。我不知道，我是，都会好的。放好了，看看。包扎技术不错呀。那当然了，名师出高徒嘛。过奖了，论包扎，我还真不如你。哎，我说的名师也不是你。啊？是伊赛亚的那个护士，你见过的？哦，就是上次在酒吧喝酒的那个姑娘。对。交际还挺广的嘛。你知道猎人学校的淘汰率是多少吗？听说是地狱式训练。90%。我们那一期只有14个人通过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告我的状啊，我就是那一期的第1名。哎，训练的时候也总受伤，3天2头的跑医务室。那个小护士跟我年纪差不多，每次给我包扎得很认真，剪的纱布也漂亮，还会对着我的伤口念诗。念诗？对啊。爱情很短，遗忘很长，相思成灰，重灰亦相思。这些都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诗句。他喜欢聂鲁达。他是想撩你吧？我不知道啊。
你也喜欢他？我喜欢看他包扎的样子，喜欢他绣的纱布，喜欢他念诗的口吻。对着伤口念诗会加速愈合这件事，他深信不疑。歪理。对啊，没有一点医学根据，可他就是深信不疑，在别人看来毫无道理。就像你对卓然，你刚才离开，就是怕我说出他的名字吧？你不愿意怀疑他，所以才逃避的，对吧？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。又跑啊？往哪儿跑？如果船上那把枪真是他的，你还相信他吗？对，旅长，今天情况就是这样的。照你这么说，夏初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待在家里边，是挺让人担心的。是。对了，你年假休了吗？没有呢。要不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把年假休了？谢旅长。刚才为什么要放过他？你没有看到后面有车追上来吗？他能找来，就说不定已经认出了你在医院时带走阿鬼的背影。只是一个背影而已，他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证词。还有，刚才在船上拿枪对着阿鬼的时候，你犹豫了。因为我想弄清楚，警察是否已经审讯过他，这比一枪打死他更重要。你想弄清楚？你想弄清楚，耽误了咱俩的撤离，还差点撞上警方的人跟那女的。他叫夏初。我太清楚你怎么想的了，就像那阿鬼说的，你想利用他来牵制老爷，嗯？我警告你，千万别挑战老爷的权威，更别想把我拉下水。阿鬼的下场看见了啊，还有那女的一样得死。我再说一遍，他的名字叫夏初。能够决定他生死的只有主人，听懂了没？我他妈问你听懂了没？把车处理掉。卓然，喂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哪儿啊？卓然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卓然，直接打！卓然，卓然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
铃吗？你这什么造型？你在干什么？榴莲？你居然会买榴莲？我的天哪！你该不会是在做榴莲蛋糕吧？失败了。不应该啊！我这一步一步都按网上说的来的，怎么回事呢？180度双面平均受热烤半个小时，你调的是单面，梁队长。嗨，我说呢。不用回部队吗？我休假嘛。哦，怎么了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在这个时候能在家里看到你，还是很安心的。我就知道。不过你为什么突然要做榴莲蛋糕啊？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吃点甜的，压压惊。哎，饶叔。啊，在家呢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我去公安局接小雪去啊。我和你一起，我也有事找饶之。法医提取了死者的 DNA， 与之前别墅死者桑坤的 DNA 进行对比，发现他们的基因序列排布高度重合，基本可以断定船舱死者即桑坤的亲弟弟阿鬼。而且除了致命的内衣枪以及渗血的引流口以外，死者的其他伤口都经过医院的处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伤口以及打斗的痕迹。仅尸检结果来看的话，死者基本上没有他杀的可能性。船主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船主那边承认，他是因为害怕捕猎野生动物的事情暴露，才隐瞒了暗仓的存在。但是他说他不认识死者，他也不清楚对方什么时候放了什么东西在暗仓里。我详细的查过这个船主的背景资料，没有发现问题。鹏飞，你那边能查到下载人的信息吗？目前查到的只有那个叫恐怖海盗的 ID 下载过这个程序，只是对方的真实身份一直无法确定。饶志，卓然就是开3D 打印公司的，那他还使用3D 打印手枪，这不是摆明了让我们怀疑他吗？我觉得他没有那么蠢。不一定是蠢，很有可能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挑衅。他先伪造自杀的现场，即便是被拆穿了，也能借由他的彻底暴露，让我们排除对他的怀疑。他应该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摸准了我们的办案心理。要真是这样，那这个红木海盗也太可怕了。岂止是可怕，他之前的种种犯罪，在我看来，就像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在进行一场毫无目的的行为艺术。行为艺术也许有可能，毫无目的，绝不可能。但我们应该怎么去拆穿他呢？这样啊，会后啊，大家再好好捋捋手上现在已经掌握的一些线索，尤其是目击证人的证词，好好的捋几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疏忽遗漏的地方。
导致。昨天在医院是我的疏忽，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分。处分呢肯定是跑不了，但是现在不是做检讨的时候。走，跟我再去床上看看。是。饶志，饶志，死者不是自杀的。所以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表面看，死者的确是用大拇指扣动扳机吞枪自杀，可是死者的整个后颅都被掀开了。所以呢？我刚刚对比了大量的吞弹自杀案例，后颅被掀开的全是用食指扣动扳机，而用拇指扣动扳机自杀的所有案例里，死者打穿的应该是后颈。如果不是巧合，那就说明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之后伪造成了自杀现场。马上摸排全市的3级党员角色，着重找那位卓总聊一聊。是。她真的是饶警官的女儿？对。好神奇啊！如果你认识以前的他，就能原谅现在的他了。也许吧。哎，你是怎么看出那个自杀是有问题的？你忘记我喜欢看侦探小说了吗？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无用的经历，最后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彰显出它的价值来。还有，我的这个习惯是受了卓然的影响。然后呢？所以我觉得昨晚你的那个推断是不存在的。如果他真的是那把手枪的主人，他在伪造自杀现场的时候，不应该疏忽这个致命的漏洞。哦，说了这么多，原来是为了他呀。我是为了我自己，过去我也有，但我不会因为我的过去而丧失了判断当下的基本理智。我希望警方赶紧破案，用事实证明你错了。那我希望你能赢。我希望这段过去不要伤害到你。我说过，我在乎的不是输赢，而是人。干嘛呢？ What happened？ 我没想到我一睡醒就要吃一堆狗粮。我得走了。龙猫，你真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。我本来就少年。舅妈问我你和夏初进展到哪一步了，我怎么回答？你刚才拍那个照片啊？我打死都不删。你发给他，发给他，也发给我一张。哦，真是活久见。